这种狗都不待的地方，留下干什么？没前途啊！快走！这样一来，我这星陨宗就只剩3个弟子了。3天前，我穿越到玄幻世界，又没经手准备系统。恭喜宿主激活收徒投资返利系统，宿主投资弟子将获得100倍返利。我去，投资弟子100倍返利！星陨宗弟子集合！师尊，其他2位师兄师姐正在赶来的路上。姓名苏连心，境界炼体9重，天命普通。连心呐，这是3品精血，为师送你，拿去修炼。恭喜宿主投资3品精血，返利9品精血。恭喜宿主欧皇附体，触发暴击，额外返利神品剑体。星陨宗就差这个东西，没想到居然真的能打，这太给力了！而且这神品剑体居然把我的天赋提升了100倍，我要起飞了！送弟子3品精血，系统返我9品精血，神品剑体，那我再把9品精血送弟子，能返利神品吗？试试。徒儿，把这个吃了。想套娃系统还是想多了，哎。对了，我还有一本3品功法，徒儿，拿去。恭喜宿主投资3品功法，返利神品功法青帝经。我操，神级功法，这个世界都没几个呀，赚疯了！还剩几瓶丹药，继续投资。给你。恭喜宿主投资弟子3品丹药，返利9品金丹；投资弟子4品丹药，返利神品大道金丹。我操，大道金丹！这可是我突破下一个境界最需要的丹药，哪怕把整个青阳剑宗卖了，都买不起1颗呀！师尊，我们到了。姓名王岩，境界聚气2重，天命无，近期事件忙于修炼，为8个月后的青阳剑宗大比做准备。王艳忠心啊！我星陨宗没落至此，他还在想大比，为我星陨宗而战。姓名曲幽梦，境界表面聚气1重，实际地玄3重，天命幽水玄体8品。近期事件刚从天尊境修士云里女皇灵魂体处得到一本8品功法，准备修炼。好家伙，没有系统我还真被他给骗了。不过不重要，只要认我为师，给我返利就行。徒儿啊，你认我这个师傅吗？不要暴露，我们还要在这里待一阵子。师傅何出此言？我就是你的弟子呀。恭喜宿主投资青帝经，返利圣品功法青天化龙诀。该功法投资弟子不会得到返利。圣级功法都来了，看来我要多得宝物，投资弟子赚返利呀。圣级功法都来了，看来我要多得宝物，投资弟子赚返利呀。看看这次返利的东西都是什么效果。神品剑体，剑道修炼速度威力增强10倍，上级青天化龙诀，肉身强度增强100倍。我去，修炼速度剑道威力增加1000%，而圣品青天化龙诀居然能把肉体强度增强100倍。恭喜宿主领悟1重剑意，恭喜宿主领悟2重剑意，恭喜宿主领悟3重剑意。整个青阳剑宗只有太上长老领悟了1重剑意，而我竟然领悟了3重。先把系统返来的丹药给吃了，突破修为。3个月苦修，终于练成了圣品功法
惊天化龙诀。现一也来到了第4传。本封主此来只为一事。林轩，你冲击王境失败，调至捷径7重，已没有资格担任封主，可有兴趣加入圣子阵营？宗门里圣子陆天行与圣女扶风争斗多年，我一直保持中立，怎么想起拉拢我了？有何好处？你现在的实力支撑不了星陨峰，若你加入殿下阵营，殿下保你继续做星陨峰主。宗门内捷径7重不多，但也不少。觊觎你星陨峰主位置的人更是不在少数。这是我的意思，也是殿下的意思。好了，你要怎么做？我堂堂王境强者，能亲自来拉拢你个捷径蝼蚁，已经很给你面子了，还敢墨迹，真是不识抬举。恕不远送。好，希望你不要后悔今日的决定。不愿加入圣子无妨，区区捷径7重不足为惧。既然不想要这星陨峰主之位，我也不勉强。金长老在。听说你前段时间突破到了捷径6重，那这星陨峰主之位就是你的了。谢谢圣子。圣女说了，只要林峰主愿意加入圣女阵营，不分成败，便可获得一枚7品运神丹。运神丹7品丹药，可修复神魂。我之前冲击王境失败，正需此药。虽说系统能愈合道伤，我不再需要此物，可圣女也确实有心。相反，圣子不仅想白嫖，还威胁我。我答应了，不过换一枚7品参道丹。参道丹是冲击王境的丹药，林峰主伤刚好，就想再冲王境。此丹虽然珍贵，可老夫做得了主，我替圣女答应了。给弟子投资7品丹药，不知系统会不会返利我先帝级丹药啊？实力不咋样，要求还不少。参道丹价值3颗运神丹了。程大使者不举小节，1颗参道丹而已。多谢师尊赐参道丹。恭喜宿主投资7品参道丹，返还上品丹药震道玄丹，服下此丹可掌握4条大道。纯王者顶多1、2条大道，系统随手就给我4条大道，系统，我爱死你了！2个月了，我终于炼化了系统返利的所有宝物，终于可以冲击史上最强王境了。我现在有多强不清楚，但是前段时间羞辱我的天元峰峰主，若与我一战，我一剑便可将其杀之。5个月，苏连心竟然从聚气3重练到了地玄3重天，还从青帝经中领悟了剑道雏形，不枉费我赐他9品精血神品青帝经。5个月，王燕也从聚气2重来到聚气9重，也从神品青帝经中领悟到了剑道雏形，不错。可惜啊，这祛幽梦看不上我的神品功法青帝经，要不然他现在就能追上圣子圣女。这一次宗门大比，第1名不仅有7品丹药，还能进入神级秘境，圣子圣女眼红都要下场，也不知3个月后弟子们能否有一战之力啊。徒儿，我们来此的目的就是这神级秘境，你一定要拿到第1。师尊，不管是青阳剑宗还是唐清帝国，徒儿都不放在眼里。此次第1，徒儿必定手到擒来。林玄，你这星陨峰主既已入圣女门下，这9品秘境便对女方开放，速招门下弟子集合。以前每次9品秘境开放都没我星陨峰的份，这也算破天荒第1次了。星陨峰弟子集合！
苏姑娘，在下也是剑修，在剑道上也算有些造诣，能为姑娘指点迷津。不过嘛，什么事都是需要代价的。苏姑娘，懂我意思吧？有点造诣，杨师兄真是太低调了。峰主曾言，下一个领悟剑道雏形的，非杨师兄莫属。是啊，多少长老私底下和杨师兄一起探讨剑道，这苏师妹只需付出一小点代价，就可以得到指点，这可太幸福了。我和王师兄这几个月已经领悟了剑意雏形，是他指点我们，还是我们指点他？谢过杨师兄，但指点就免了。苏姑娘，你这是敬酒不吃，要吃罚酒。杨师兄，令尊没有教过你如何为人处事吗？苏莲心，你敢打我？人类，你们是自裁还是让我来？苏莲心，等我师尊解决了妖王，我再来和你讨这一笔债。妖王战力远胜寻常王境，我最多与他打个平手。该死，这九品秘境在妖山之下，妖王怎么会在这里出没？妖王全身都是宝，到时换成资源投资弟子，系统的反应绝对能让我起飞。而且我修成了圣品功法，面对妖王没有任何危险。此人有真龙之气，跑，快跑！峰主威武！峰主威武！威武！这妖王不像是被我吓跑的，倒像是被林璇吓跑的。可林璇冲击王境失败，没有这个实力啊，好奇怪啊！走，我们回船舱休息。哼，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等着。什么？师尊，你要去追杀那头妖王啊！师尊，王境之下皆蝼蚁，您冲击王境失败，不该去招惹妖王，会有危险。行了，废话少说，走。你说什么？他们跑了？哼，好，传我家族令，请我杨家供奉亲自出手，把苏莲心抓回来。是，苏莲心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走。人类，刚才是我给你面子，你别得寸进尺。原来妖王忌惮的不是青微峰主，而是师尊。原话还给你，你是自裁，还是让我来？人类，你找死！这妖王居然不敢跟师尊交手，说完狠话就跑，师尊还没成王呢，这合理吗？真麻烦。这是妖王胳膊，拿去练气吧。恭喜宿主投资王境大妖之臂，返利尊者境大妖之臂。王境大妖臂膀变成了尊者境妖王臂膀，这可是跨越了2个等级。整个唐清帝国都没几个尊者境大妖了。这是妖王大腿骨，拿去练气。恭喜宿主投资王境大妖腿骨，返利尊者境大妖腿骨。有了尊者境大妖臂膀腿骨，我就能锻造出一身尊者境的防御法宝，赚大！剩下的去前方灵月城换资源再投资。走，去灵月城。你走不到灵月城了。哼。阁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王境大妖的气息。难道这里刚才出现过一只大妖？居然被这小子杀了！这2个小家伙手里居然拿着王境大妖腿骨、王境大妖臂膀，哪怕是我遇到王境大妖，也只能转身就跑。可这小子居然能以捷径一斩妖王，我绝对不能惹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此等身份怎能走去灵月城？
我这里有7品非洲一艘，望您笑纳。这7品非洲造价可不低，杨真背后的家族一般不会超过3艘。回去告诉杨真，再有下次，杨家就没有必要存在了。是。原来师尊一直关注我们，他什么都知道。您瞧这个宝物。不行，它不值钱啊！这客官好，我要拍卖。什么？这是王境妖兽的尸身，竟还有一颗完整的王境妖蛋。王境妖兽？王级妖兽的尸身，王级妖兽的尸身。我是袁长老。见过袁长老，您来的正好。这位公子给我的储物袋里，竟是一具妖王尸骨和完整内丹。这么多年，我们拍卖会从未有过如此完整的妖王尸骨，而且还有完整内丹。那妖王的致死伤来自一剑，换句话说，这具妖王是被人一剑斩杀。斩那妖王的人绝对是一个修成剑意的绝世剑修，而且不是1层2层，至少是3层剑意的绝世大。公子，请稍等。璃月拍卖行开遍整个唐晋帝国，可开拍卖行的总负责人对师尊居然这么客气，看来师尊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。快给家族传信，林月城来了一个很厉害的人。本座沐月是灵月拍卖行之主，不知公子尊姓大名？灵月拍卖行藏龙卧虎啊！这女人居然是王境强者。我叫林玄。林公子，可否给我看一眼那王境大妖的尸骨？竟然是紫蝎妖王。当年我与2个好友前往10万大山深处，2个好友全都身死，而我侥幸得生，身上蝎毒至今尚未清除。这个林玄到底何方神圣？冒昧问一句，这紫蝎公子是从何处得来？当然，妾身只是好奇，若林公子不愿，就当妾身没问过。我杀的。啊？这紫蝎好歹也是王境老牌妖王，哪怕是4、5个人族强者联手，都不一定拿得下他。这林公子尚未入王境，怎么可能杀得了紫蝎？看来林公子不愿说，那便算了。林公子，本次拍卖，我们拍卖行将从中抽取1%，剩下的都是您的。拍卖会将于3日后开始，请您暂等3日。寻常拍卖至少都要抽1成，这次抽成1%，非常有良心了。而且如此贵重的宝物，自然要提前宣传。为师要闭关修炼，你们可以在城里四处转转，记得早点回来。是。恭喜苏连心8连胜！哎呀妈，好厉害啊！我跟随师尊一直闭关修炼，没有实战经验，幸好9品秘境即开，林月城来了不少修士，正好可以检验一下我的修炼成果，再拿点比武奖励。师尊，您可是领悟会了剑意雏形的存在啊！放眼在整个唐秦帝国，都是凤毛麟角，为何要收这个小丫头啊？废话少说，鹿晗，你去
他若能接你一剑，我便收他为徒。师尊，那这个徒弟今天你可收不了了。在下鹿晗，元朔剑王二弟子，地玄3重。我师尊有意收你为徒，当然前提是你若能接我一剑，以我同境，这要求应该不过分吧？啊！天哪，居然是元朔剑王！他可是剑意雏形圆满之辈，一旦领悟剑意，便可与林月城主那等绝世王境并列。据说他收徒要求很高，至今也才收2人，那鹿晗便是其中。哎，真羡慕啊！这女的只要能接他一剑，就能拜元朔剑王为师。第一，我已经有师尊了，也从未想过要拜他人为师。剑意，这个17、18岁的小姑娘竟然领悟了剑意！我师尊贵为王境界修士，距离剑意都只差半步，这怎么可能？第二，你连我一剑都接不住，还想让我拜你师父为师？哼！是啊，我一个领悟剑意雏形的人，竟妄图收一位领悟剑意之人为徒，我真是可笑啊！公子，这是本次拍卖会的拍卖名单，请您过目。我的紫蝎妖王尸骨被放到最后一份，当做压轴之物。懂行？还是有不少好东西的，不愧是第一拍卖行。那我就先去主持拍卖会了。幸会幸会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坐，请。欢迎诸位参加我们林月拍卖会。我是袁长老，老朽不耽误大家时间，我们直接进入正题。这是本次拍卖会的首件拍品，4品聚灵丹。此丹乃是青木丹王炼制，起拍价8万灵石，现在开始竞拍。聚灵丹本就稀少，我若拿到手，投资给弟子，也能返利更好的宝物。而且我的紫蝎妖王尸骨内丹，一卖至少进账300-400万灵石，根本不缺钱了。此物必须要10万，10万，12万，12万，23万，23万。寻常的极境修士一生的积蓄不过20-30万，他一出手就是23万，这已经超出了丹药本身的价值了。这位出手真阔绰，看来这局应该是他的。25万，25万，30万，30万，37万，37万，40万，40万，都出到40万。我乃圣阳帝国穆家之人，不知阁下可否看在穆家的薄面上，将此丹让与我呀？师尊，圣阳帝国比咱们唐晋帝国还强大10倍有余，穆家更是圣阳帝国的第一大家族，族内王境不下数十人，而且他们老祖宗更是王境4重。师尊，要不咱们还是别争了吧？40万0 5千，40万0 5千。好，等拍卖会结束，传讯给6长老，让他来一趟。为了一颗丹药搭上性命，值吗？蝼蚁就是蝼蚁，根本不知道自己随时会丧命。我这就去。 40万0 5千一次，40万0 5千2次，40万0 5千3次。恭喜8号以40万0 5千灵石的价格拍得一枚4品聚灵丹。
王爷，拿去修炼，尽快把境界追上来。师兄，多谢师尊。恭喜宿主投资4品聚灵丹，返利8品聚神丹。该丹药投资弟子不会得到返利。8品聚神丹可以提升3成冲击王境的几率，价值连城。恐怕把整个青阳剑宗卖了都买不起1-2颗，赚大了。只可惜不能用来投资弟子。也罢，再看看还有什么宝物。此物便是本次拍卖会的压轴拍品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一只王境大妖的尸骨，以及一枚完整的王境妖丹。不愧是王境大妖，哪怕死了，这压迫感也让人头皮发麻。这王境大妖身上怎么会有一道剑痕？这不是剑痕，这是剑意。也就是说，这头王境妖兽是被领悟了剑意的绝世剑修一剑斩杀的。第一个要拍卖的就是这颗完整的王境妖丹，起拍价2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万。现在开始竞拍。201万，这王境大妖的内丹，老夫要了。这威压至少是王境2重圆满，我认出来了，他是明空王。明空王，明空王杀人如麻，一人得罪他，全族陪葬。之前他曾在9品秘境中得到过一本遁书，哪怕是武功高过他的人也抓不住他。算了，既然他要这颗内丹，我不拍就是了。明空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越王好歹也是灵月城数1数2的强者，可即使是灵月城主王境第3重者都奈何不了明空王，这可怎么办？没什么意思，老夫只是参加个拍卖，不行吗？老夫有破坏规矩吗？老夫有让他们出价吗？你们说有吗？谁这么大胆，敢对老夫动手？信不信老子？是我出的手，怎么，你有意见？你好恐怖的一剑！要不是刚才我及时施展从9品秘境得来的高阶遁术，恐怕我这个人头早就落地了。你究竟是谁？这个青年当初委托我拍卖紫蝎妖王的时候，我曾问过他，这紫蝎妖王的尸首从何而来？冒昧问一句，这紫蝎公子是从何处得来的？当然，妾身只是好奇，若林公子不愿，就当妾身没问。我杀的。我本以为是他不愿意说，随便找的借口，原来这并不是玩笑话，只是真相太过离谱，我当时竟然没有相信。而且斩向这明空王的剑意与这紫蝎妖王身上的剑意是同一道，所以林玄便是斩了这紫蝎妖王的绝世剑修。这家伙竟然一剑就废了王境2重圆满，这种境界我竟然妄图报复他。别说是6长老，就算是2长老、大长老一块来，也就是一剑的事儿。哎，你快去把陈长老请回来，别让他再去找6长老了。大公子，陈长老和6长老已经来了。啊？什么？求求你饶我一命啊！6长老，就是此人抢走了大公子想要的内丹，还请你这位王境1重王者轰杀此子，让世人知道穆家的厉害。就你抢了我们穆家大公子的宝物，现在主动把宝物交出来，再废掉修为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让你穆家大公子拿出令我满意的赔礼，否则此事过不去。滚！你既然能接下我一剑，那就试试第2剑。等等，我与阁下无冤无仇，阁下为何要置我于死地呀？好一个无冤无仇！台上这王境大妖的尸身是我的，你断我财路，我不杀你，留着你过。明空王，你把林公子这价值300-400万的藏品压到200多万，你让他如何不生气，如何不愤怒呢？且慢，
林月城主来了。城主大人，你竟然当着林月城主的面杀了明空王！你知不知道林月城主可是王境3重的绝世强者？明空王闹事的时候你不出来，现在我替天行道，你蹦出来阻止我，我合理怀疑你和明空王是一伙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下去陪死。王境2重圆满的明空王，王境3重的林月城主，竟然被他一剑一个，全是。现在我宣布，拍卖继续。大公子，咱们快去传信，大长老、2长老、3长老，让他们一起来吧。传信，传信，传你个头啊！赶紧去信礼。前辈，这是我穆家奉上的灵石，请放过我们穆家吧。看在你们那么有诚意的份上，那我与你们穆家的事到此为止。王爷、苏连心，这些东西赏你们了。师尊，你看那位前辈身后的少女，是不是此前你想收入门中的那位？是她，她是那位前辈的弟子。难怪啊！多谢师尊。多谢前辈，高抬贵手。林公子，您所击拍的紫蝎妖王尸骨，共拍得563万灵石，全都在这里了。我还拍了一个。越王说了，那颗丹药他请了，替我谢谢越王。是。徒弟们，我们走吧。恭喜宿主投资6品龙骨丹、6品猎神丹、6品功法、7品盾牌法器、反力9品剑道丹、9品五行丹、9品剑阵、神品盾牌法器。注意，这些东西投资弟子不会得到返利。据我所知，9品剑道丹能让使用者凭空生出一道剑意。这么说吧，卖了整个唐清帝国都买不起1颗。哼，五行丹可以助服用者领悟五行大道，而9品剑阵，不少黄境修士都不一定拥有，更别说这最后的神品法器盾牌。据我所知，神品法器哪怕是圣境修士，一辈子都不一定能练出一个。神品法器盾牌足以防御黄境修士的全力一击。不愧是你啊，系统，我真是越来越爱你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2个王境强者的储物戒。不过明空王的储物戒没什么珍贵之物，只有一本名为天蓬影的7品盾书，难怪要干这等勾当，原来根本没钱啊。林月城主的储物戒里足足有700多万灵石，从身上几十万灵石到身怀1000万灵石，这种感觉真爽啊！这些钱又能买1枚7品丹药投资弟子，还能返我神级以上的丹药，想想就爽啊！师尊，找我何事？拿去修炼。谢谢师尊。恭喜宿主投资7品盾术，返利盾术天魔影。天魔影，这可是神品盾术啊！共有9重，第1重时可凝聚10尊魔影分身，实力只有我的1/10；第4重时实力提升至1/5；第7重时1/3；9重时魔影分身将有我的9重实力，不愧是神品功法呀！开始修炼。燕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王燕，你也要去9品？此人是谁啊？大小姐怎么对他这么热情？他叫王燕，是和大小姐私定终身的人。我看他穿的是青阳剑宗的衣服，应当是仙家子弟。别看他是仙家子弟，但他的师傅连王境都不是。我说老爷怎么不太待见他？咱老爷子中意城主的儿子，
据说是玄极宗一位王境的亲传弟子。李兄，我看你唉声叹气的，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？燕哥，从灵月城到九品秘境，途经几处险地，若想平安到达，必须要有王境强人护送。我爹都和人谈好了价格，结果那人坐地起价，他竟然从5万变成了10万，还说什么要么再给5万，要么滚。王燕，你也知道，你李兄我不过天玄8重，连捷径都不是，这5万灵石已经是全身家当了，去哪里再弄5万灵石啊？对方身在何处？我去拜托师尊给你们讨个说法。燕哥不要，他们是王境强者，我们惹不起的，而且他们已经去往九品秘境了，不在城内。王燕，你说你师尊也在城内，那你宗门队伍也在城内吧？我和师尊师姐并未跟随宗。如果我没记错，王燕的封主师尊应该是捷径7重。事已至此，别无他法，身边有个捷径7重，总比没有好。王燕，能否去与你师尊商量一下，带我们一同前往？好，我去禀报师尊。师尊，你看如何？可以，那明天一早就出发。师尊说可以，明日一早咱们便启程了。哎，我父亲来了吗？来了，不过他们已经去九品秘境了。你家里的事，你父亲跟你说了没有？你爷爷重伤归来，昏迷不醒，为了治你爷爷的伤势，已经变卖了好几处产业，不过依旧杯水车薪。现在九品秘境开启，你爹又有了新的希望。父亲他们是如何去的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那么多灵石，请王境强者保驾护航，所以不少人会抱团取暖。我们刚来那天，听说林月城主还有明空王都死在了一个绝世剑修的手中，只能说这哪怕城王都保不住啊，哪天死在外面。这世道啊，太乱了。这非洲看起来有点眼熟啊，这不是城主大人的非洲吗？城主大人已死，那现在非洲的主人岂不是杀死城主的绝世剑修？可惜未见到此人，无法目睹其风采啊。师兄，该出发了。师兄，等等，那位斩杀林月城主的绝世剑修，我们最近听的耳朵都起茧子了。原来燕哥，那位绝世剑修真的是你师尊？燕哥，你骗我骗得好苦！1年前回家不是说只拜了青阳剑宗一位捷径7重的封主为师吗？林玄师尊是怎么回事啊？1年前，师尊确实只有捷径7重。1年前，王燕在我眼里远远比不上城主府杨松公子，可如今王燕的确不如杨松，但王燕的师尊却比杨松的师尊强出数倍，到底谁高攀谁，已经不可说了。天要黑了，大家多小心点，我们有危险了。在这冒险团当中有10多个天玄境修士，只要不碰见捷径妖兽，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危险。可在这10万大山内部，只要是妖兽，都是捷径以上。什么声音？云缩鸟，捷径终结妖兽，它飞行速度极快，只要被它盯上就是死。连捷径后期的修士见了它都头大。该死！云缩鸟数量很少，一般情况下是碰不到的，除非运气非常差。朝这边飞来了！完了完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完了完了完了！这云缩鸟一死，附近的妖兽都开始逃跑了，这一片倒成了无妖区。多谢英雄搭救！爹，真的是你们！燕儿、李元、小红，你们爹，
李兄告诉我，您跟其他修士组成冒险团，想要进入九品秘境，所以我把担忧告诉师尊，师尊这才一路沿路寻找您。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哎，我既已收你儿为徒，你儿的事儿便是我的事儿。这云缩鸟毕竟是洁净大妖，其体内的骨骼、血液、内丹都是至宝，为师赏你了。这位前辈可真是大方，连云缩鸟这等修为的妖兽都能随便赏赐。老哥，您的这位儿子可真是未来可期呀。行了，上非洲吧。恭喜宿主，投资弟子洁净大妖云缩鸟完整尸体，返利神级祖龙血1滴，可感悟龙族大道。神级祖龙，这可是这个世界的先天生灵，生来就掌握龙族大道。有此祖龙血加持，我必能在进入九品秘境之前踏入王境。3天了，我终于融合了祖龙血，掌握了龙族大道。现在距离王境也只是差灵气积累。王爷啊王爷，你还真是为师的好弟子。这次九品秘境结束，有什么好东西，我一定先给你。师尊，九品秘境到。看来很多提前来的人都已经进去了。既然如此，咱们也进去吧。哦，对了，这2个戒指你们拿着，一旦遇到生死危机，便可将其捏碎。是。这2枚黑戒内各藏我一道魔影分身，如若在秘境里得到宝物，我也可以通过魔影分身将宝物送到弟子手上，甚至必要时还能保他们安全。完美。那进秘境吧。是。但凡进入这九品秘境，就会被随机传送到任何一处地方。王爷、苏连心，你们只能靠你们自己了。闲时在这九品秘境中会受到极大限制，哪怕是我，也只能探测数里。这里居然有口灵，这地方竟然有口灵泉，我这是什么运气啊！光这一口灵泉都足以我冲击王境了，甚至可以在这秘境直接破境。走起！不愧是九品秘境的灵泉，我只是打坐半个时辰，体内的灵气就快达到洁净极限，最多再过几分钟，我就可以破境了。咦，此处居然有人修炼了。二位，这灵泉是我先发现的，请回吧。公子说笑，此处灵泉确是公子先发现，可宝物向来能者居之。我观公子与我境界相当，若能接我一剑，此灵泉分你3成；若不能，便请公子离开此地。如何？初师姐，你这就给机会？你可是跻身玄天榜的天骄，玄域何其大，如唐清帝国这般的国家，玄域没有1000也有数百，可玄榜只有100人，就算是王境2重修士，都接不住你一剑，你太坏了。你意下如何？这样，你要是能接下我一剑，此拳归你，如何？你意下如何？这样。你要是能接下我一剑，此拳归你。小子，你疯了吧？你可知站在你身前的是何人？我楚师姐可是玄榜国在偷袭，有意思。这是剑意，而且不是1重，是4重以上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在这小小的音乐七国，居然有人在王境之下领悟了剑意，而且还是4重剑意啊！
此人连30岁都还没到，难道说他和我们一样，来自7国之外的大陆？这一剑太可怕了，我家族老也不过如此水平。若非我有能抵挡王境3重全力一剑的亡命玉牌，我现在已经死了。这小子究竟是谁？绝境9重，能斩出超越王境3重的全力一剑，这般实力，哪怕是悬榜前10也难达到吧？再将我父亲一直告究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我的人生太过顺遂，一直没放在心上。今天我输了，而且这个人我这辈子也超越不了。不错，这储物戒里竟然有5品天玄丹，这可是价值千万的宝物，能让地玄修士100%晋级天玄。看来这女人是个富婆啊。我已经通过天魔分身，把这天玄丹送到了苏连心手里，这也算投资吧。恭喜宿主投资弟子5品天玄丹，法力神品王境丹。好。我本以为能让玄境修士晋升王境的丹药只在传说当中，没想到真的。时隔数年，我终于又走到了这一步。只不过上次我尝试以剑道入王境，结果失败。这一次靠着系统，我领悟了22条大道。这一次我不仅要成王，还要成为古往今来最强的王境。这就是22条大道的成王奇问，确实可。不过不可难不与我做。且悲欢喜事连我心，我有我爱，快意无悔。有情结吻在斗3000，6到9天14相随。望穿之水。我还是低估了这灵泉。原以为能突破王境就已经是烧高香了，没想到现在竟然直接踏入了王境1重圆满。当然，我的先天混元剑体、神品功法青帝经、圣品功法青天化龙诀，那也是功不可没呀！嚯！如此强悍的雷劫，即便是寻常皇者境，恐怕都未曾遭遇过如此强度的雷劫吧。如果渡劫者不是我，换成另外一个人，恐怕都已经死在这雷劫之下。王境之后，便是领悟与合道。正常情况下，领悟1条大道便是王境，但这只是最普通的王境。王境修士想要继续往前走，还需要将已经领悟的大道彻底融合，俗称合道。王境在远古时期也被称为合道境，将1条大道彻底融合之后，便是王境1重大圆满。此后开始领悟第2条，第2条领悟之后便是王境2重，以此类推，直至9条大道之后便是王境9重大圆满。王境9重圆满之后便是皇者境，虚度9次雷劫，不知多少王境9重大圆满都死在这9道雷劫之下，皇路难如登天。这也是为何7国境内没有一个皇境。我领悟了22条大道，那按理说岂不是要经历22？这还是从此以后我不再领悟新的大道的情况下，那干脆以后在雷劫里洗澡算了。我既已成王，还直接踏入王境1重圆满，该走了。我虽不知这灵泉所谓何物，但能让我直接跨入王境1重圆满，绝非凡品，其价值肯定超过7品丹药。
要是把它送给王燕或者苏连心，不知道系统会给我什么样的反例呀？我去，这竟然是9品灵泉，价值丝毫不亚于神品丹药。怎么就这一点？3个王境1重，1个王境2重，应该不难对付。我是王境1重圆满，领悟了22条大道，再加上先天混元剑体，4重剑意，青天化龙拳。现在一只手就能灭单。我是王境2重，此拳所剩的灵气我拿4成。诸位没意见吧？好，那剩下的6成我们几个均分。抱歉，我不同意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今天心情好，不跟你计较。等我发起飙来，你就死定了。哎，这动静太大了，人马上就过来了。这样，我看你也是王境1重，这我便允你半成。你若再不识相，我便让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小子，你想死？现在就成全你。毕竟也是个王境，哪怕咱们联手想要做掉他，也要付出点代价。大家都是王境修为，想必都不是等闲之辈。说吧，你打算怎么分？分？谁说要跟你们分了？这灵泉10成归我，至于你们嘛，滚！这么好的灵泉，要是投资给弟子，不知系统会给我返利什么宝物？我凭什么和你们分？而且你们才区王境1重2重，有什么资格和我分东西？哼，你小子挺狂啊！诸位还愣着干什么？你们也听到了，我们只有真杀他，才能拿到这灵泉。绝望吗？看来你们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绝望。天魔影第9层，反正你们也要死了，我就跟你们说实话，我这天魔影乃是神品遁术，一旦修炼到第9层，就可以召唤出有我9成实力的魔影，修为不比我高出2个境界，根本就看不出来。怎么，刚刚不是说要分我半成灵泉吗？不是一言不合就要取我性命吗？你就算有魔影分身又如何？老子还是没……诸位，宝物就在此人身上，不过大家还要小心，此人不知修炼了何种邪法，能召唤出比肩王境1重圆满的魔影。就凭你们这些臭鱼烂虾，修为最高也不过王境2重，竟然敢来打劫我，真不知道是谁给你们的胆子。一起上！快点解决他们！哎呀，这种级别的大战放到外界，也估计只有各国顶级宗门血拼才能看到。族长，我们真的不出手吗？那件宝物的异动你也看到了，至少是件神级以上的至宝。或许这一次，我们真的就能走出映月7国了。我活了1000年才走到王境2重，你们看得到宝物那小子，骨龄不到30就走到了王境1重，而且还有天魔影那种大杀器，可以召唤有他9成实力的魔影。我们上也那也不能干看着。当初林玄一剑斩明空王杀林月城主时，我也在拍卖行，我可以100%的肯定，这个年轻人就是林玄啊！族长，您是说这人就是杀了明空王，斩了林月城主，至少领悟了4重剑意的绝世剑修？这怎么可能？话虽如此，宝物再贵也没有命贵。如果我们死了，宝物落到了严家，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？唉，太失望了。族长对振兴严家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怎么会摊上这样一个老大？原来如此，这魔影分身虽说有我9成实力，可他们毕竟不是我，得不到天地灵气的补充，在拉锯战中会越来越弱。而这些正经修士得到天地的认可，在战斗中可以随时补充灵气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正好给他们一点希望。这一切都结束了，小子，乖乖束手就擒吧。是该结束了，不过该结束的人是你们。这是何等恐怖的威压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就算是王境9成圆满也做不到呀！
前辈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前辈，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你要死了。前辈，你不能杀我，我不是徐国人，我是接下来该轮到你们了。原来最厉害的不是天魔影分身，而是你这个……这些王境修士的储物戒里竟然没有一个宝物，都是灵石，加起来才1000万，太穷酸了吧！如果把这些灵石投资给弟子，系统会给我什么样的返利？如果把这些灵石投资给弟子，系统会给我什么样的返利呢？我已经通过魔影分身把这些灵石送给弟子，不知道系统会给我什么呢？系统，让我看看你的极限！恭喜宿主投资弟子1000万灵石，返利10亿灵石，返利所得灵石再投资不会获得返利。投资灵石给我100倍返利。不过这修真界有很多东西都是用钱买不到的呀。哎，算了，看来以后得到灵石还是要尽快转成修炼资源。天级强者竟被他一剑斩杀了，族长，你拦着我们是在救我们呢。唉，我知道他很强，毕竟我在拍卖会见过他出手，但是没想到他如此之强。你们给我记清楚，以后见到了这位绕道走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这3天我徒步丈量这9匹秘境，一个宝贝也没找到。不过这一趟秘境之行让我得到灵泉，踏入王境，其他的也不重要了。小子，把身上所有的东西交出来，若是不交，那就得死。居然是地玄境修士，这也敢在9匹秘境拦路抢劫，脑子不太好使啊。我青阳剑宗弟也是你们能抢的。青阳剑宗弟子是在说我吗？我虽是星陨峰峰主，但突破失败后我很少露面，以至于这几年加入宗门的新弟子根本没见过我，再加上他们看不出我的修为，把我认作普通弟子也算正常。点子扎手，我们快跑！这位师弟，你没事吧？你是哪一峰弟子？星陨峰。星陨峰作为我们青阳剑宗倒数第一峰，据说全峰上下都没几个弟子，没想到今天在9品秘境居然让我们碰上一个，这当真是难得啊！原来是星陨峰的师弟，我叫叶寒，是玄水峰的弟子。虽然大家来自不同山峰，但在外自然是要团结一致，不如跟我们一起走，互相有个照应。还叶师姐，她修为连地玄境都没有，跟着我们也是个累赘，带着她进秘境闯的，我可不乐意。我叫林玄，至于一起嘛，还是算了吧。我这个人独来独往习惯了，在我看来，你们才是真正的累赘。万一途中遇到个王境大妖或者是黄境遗物，有你们在，我还无法全力以赴呢。告辞。叶师姐，此人好生无礼啊！你先前救他，半句感谢都没有，现在居然还拒绝你的邀请，他这种人活该自生自灭。叶师姐，你实力很强，就是人太好了，人善被人欺。我们也走吧。这3天，我炼化了系统返利来的所有宝物，神魂强度再上一个台阶。现在不比我高出5、6个小境界，根本就看不出我的真正实力。掌门向我发出求救信号，这附近有我青阳门人发出求救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青阳剑宗星陨峰峰主，不能坐视不管。小美人，听我一句劝，拿上灵果，现在离开，否则待我凌霄殿副店主抵达，你们不仅拿不走灵果，你还要留下来陪我们玩耍。凌霄殿副店主，哼，
我还说我剑宗宗主正在赶来的路上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。哼，是他？我还以为是援兵来了呢，居然是他这个愣头青。他难道不知道这里是王境战场吗？现在过来，添乱的吧？看到求援信号的人，为什么是林峰主？我多么希望来的人是钱世峰峰主。青阳剑宗，只有钱世峰峰主才是王境，只有他们才能改变战局啊！我还以为来了个王境，没想到是个捷径修士。师弟，快过来！师弟，峰主，这位师弟是我们前不久刚遇到的，弟子还曾邀请过他一起同行，但被他拒绝了。你们之间估计有误会。这位可不是什么师弟，他是星陨峰林峰啊！星陨峰林峰主，我居然当着一个峰主的面说的是累赘，完了完了完了！难怪林师姐当时救了他，他连句谢都不说。原来不是不礼貌，而是我们根本就是多此一举。几个地玄救一个捷径强者，简直可笑啊！副店主，王境4重强者，天哪！我还没等来任何一个青阳剑宗的王境，凌霄殿居然等来了这般强者。王境4重的存在，即便宗主亲至，也不见得是他的对手啊！早知如此，我就不该求援。至少林峰主不会遇到生死未尽。我们走，离开此地。副店主，你是在开玩笑吧？哼，这个玩笑真不错。我说随我离开此地，听不懂人话吗？而且把灵果全留下，让我发现谁私藏，我弄死他。为什么每次林峰主一到，这剑拔弩张的大战就停止了？上次紫蝎妖王如此，这次凌霄殿副殿主也如此。一次是巧合，两次难道也是巧合？站住！我让你们走。林峰主不可。阁下还有什么吩咐？我师姐和你手下打了一架，受了点伤，总得给点医药费吧？你5品疗伤丹药10颗，6品疗伤丹药3颗，7品疗伤丹药1颗，在下的一点心意，阁下可还满意？勉勉强强。你们走吧。走。是不是很疑惑？明明我等占着绝对上风，却这样灰溜溜的离开了。都给我闪开！谁敢不让我拿灵果，我就杀！都没有成王的蝼蚁，还敢站在我面前？是谁给你的胆子？我错了，求你放过我吧！现在明白了吗？王境2重修士，他一只手就能捏死，这般水平哪怕是副店主您也做不到吧？就算我能做到单手捏死王境2重也没有用，因为那不是他的全部实力。我在来的路上曾亲眼看见他一剑杀死20余位王境的场景。20余位王境被一剑灭杀，这未免也太恐怖了些。还好你带我们走了，不然咱们2个谁也离不开此地了。所以以后一定要擦亮眼，再去招惹人。是。多谢青薇师姐把这里7成的灵果都让给我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星陨峰找我。林师弟，话不能这么说。若没有你在，莫说这3成灵果，就连我等的性命，怕是都要赔在这儿了。我们拿3成，已经有些惶恐了。我觉得不如留下1成，其余的全给你。那行了，此事到此为止。我也要去找我的弟子了，告辞。林师弟慢走。
原来紫仙妖王怕的不是我，当时我就疑惑，以我的实力，不可能不战而惊退一尊妖王，原来怕的是林师弟啊！唉，圣子与圣女之争结束了。说起来，当初圣女收下林师弟时，旁人颇有微词，谁能想到这一介不起眼的星陨峰峰主，居然能藏得这么深，哪怕剑宗老祖来了，都不见得是他的对手。今日之事不得向任何人提起，否则我必杀之。是。是。青薇仙子可是把70%的灵果都给了我，这灵果可是有着5品的品质，能直接提升王境修士的修为。也正因如此，青薇仙子才和凌霄殿的王境大打出死。唉，也不知把这些灵果投资给弟子，能获得什么样的返利。系统，让我看看你的极限。恭喜宿主投资弟子5品灵果一卡车，返利圣品灵果太虚果。太虚果可让宿主获得太虚大道，从此可无视空间、地形，神游太虚。太虚果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是世界树诞生之初结出的第一批果子，也正因如此，才有这圣级的品质。要知道，9品之后才是神品，神品之后才是圣品，至于圣品之后的地品，我怀疑根本就是杜撰的。毕竟我激活系统那么久，到现在也没给过我一个地品级别的宝物啊。神游太虚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，一旦得到太虚大奥，那我连一个身法都不用练了，对敌作战，神游太虚，我直接出现在敌人的身后、头顶、面前，任何人都防不胜防啊！太虚大道，成！不愧是世界树结出的第一批果子，吃上一口不用领悟，直接获得大道法则。或许这就是远古先民修炼的环境。怎么有这么浓郁的灵气啊？一定是有宝物出世。这枝桠接近枯萎，却能释放出9品灵泉才有的灵气，他的巅峰时候根本不敢想象啊！现在越是靠近他的人，吸收的灵气就越多，可惜我们只能在外围啊。楚月禅太强了，刚才有2个王境修士想要抢他的位置，结果被他以1敌2，全部击败。这女子一定是玄榜上的天骄，你没看，整个内圈只剩他一个人，连那些王境都不敢出他的眉头。这枝桠的灵气也太强了吧，堪比我刚得到的那口灵泉啊！这不是刚刚跟我抢夺灵泉被我一剑击败的那个人吗？正好我也需要这些灵气，跟他商量商量。又一个找死的来了，他不会觉得他的对手还没成王就好欺负吧？我看看内圈都是王境，唯独他一个人是解境，甚至外圈还有好几个王境，也只敢干看着。是他，这家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在同境之中击败我的人，而且只用了1剑。我猜啊，楚月禅1招就能秒掉他。我猜是2招。谢谢。起开！这什么情况啊？别说了，这家伙可能更强。
圣阳帝国明月教太上长老名古老人在此，我修为王境2重圆满，只差一步王境3重，苍鹤让出位置，不然死。明古，你我皆来自圣阳帝国，我是元明宗太上长老。你明月教与我宗虽有死仇，但如今在九品秘境，非要你死我活，让别人看笑话吗？少，要么让位，要么死。好，给我死！这两个家伙都是王境2重圆满，他们两个打起来，整个福地的灵气都被紊乱了，可谁也拦不住啊！你没看楚月禅虽然不爽，但是都没有说话，就连他那样的天骄都无可奈何。我们还是别说话了。啊，吴叔，你们俩能不能去别处打呀？都打扰到我修炼了。这家伙能不说一句话，让楚月禅给他让出位置，看来实力不弱。我好像没有必要和他动手。小子，你说什么？我看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？天哪！和我纠缠多年，我想尽办法都没有除掉的名古老人就这么陨落，而且还是被人一剑斩了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楚月禅给他让位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不希望此地再发生任何打斗，当然，你们要想打也可以，只是想清楚刚才那老头。还好，我性格不如明古那么暴躁。我刚才也对林轩不满，幸亏晚了明古一步，要不然死的就是我了。连明古都接不住的一剑，我也绝对接不住。他到底有多强？这小小的音乐七国，怎会出现如此怪物？林轩的上限就像是无底洞一样，根本看不到尽头。当你以为这便是他的极限时，他会让你知道，那只是冰山一角。继一剑击败我之后，他又一剑斩杀了一位王境2重圆满。与他相比，哪怕是选榜前10，也难成天才。才半天，这枯木的灵气居然耗尽了。不过我收获良多。不仅稳固了王境修为，还更进一步，从王境1重圆满来到王境2，距离2重圆满一步之遥。要知道，我突破王境才几天，这速度堪比坐火箭了。啊！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祖术试炼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祖术。传闻中，9品秘境有一棵祖树。只要通过试炼，便可以得到极其珍贵的奖励。那所谓的试炼，应该就是这尊铜甲木人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木人的实力是会随着挑战者的境界发生变化，两者属于同一个境界。这就是击败铜甲木人的奖励。但是竟然是9品诛仙剑阵图！恭喜宿主投资弟子9品诛仙剑阵，返利半步地品盘古剑阵。我去，原来地品真的存在！虽说这一次出现的只是半步地品，但也绝对比诛仙剑阵更强。修炼！原来这所谓的试炼这么简单呀！那是银霜帝国的刀魔秦武，他是银霜帝国年轻一代排名前10的天骄。半年前他就领悟了刀艺的雏形，如今更是深不可测。现在我越来越期待齐国大比的到来了。我来！我去，秦武竟然被打败了！
竟然扛不住同人的一招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原来不是牧人太弱，而是林玄太强。这一个被打败，一个是击败，差距可太大了。天哪，这是晋阳九皇子，连他也被惊动了。大晋帝国位列映月七国之3，而晋阳九皇子更是帝国无可争议的第一天骄。灵真帝国云衣仙子，他怎么来了？他不修刀剑，只修炼琴音，出世以来一直是帝国第一天骄，从未被撼动。前不久，晋阳皇子一路挑战各国天骄，屡战屡胜。不久前，仅次于云衣仙子的灵真帝国第2天骄，却被晋阳皇子3剑击败，震惊七国，古语仅次于云衣。晋阳王子下一个挑战的一定是灵真帝国第1天骄云衣仙子。如果不是九品秘境突然开启打乱了计划，你已经败于本皇子手中，装什么？听说牧人的实力会根据登台者的境界而改变，登台者是何境界，牧人便是何境界。也就是说，他与我乃是同境。巧了，同境当中，本皇子还未遇过对手。刚才那一掌虽不是全力，但也有70%了。哪怕是七国的前3天骄，面对刚才那一掌，也要瞬间落败。可这牧人不仅没败，甚至寸步没动，这也太……天哪！我原以为晋阳皇子已经是映月七国之巅，没想到他也被牧人击退。可林玄一招就秒杀了牧人，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有这么大吗？再来，这次用我10分力，我看你怎么纹丝不动。我就是，你也不是神。晋阳皇子强大到这种地步，都落败了。林玄到底强大到何等地步了？居然能秒杀牧人！我居然败了！殿下莫要怀疑自己。要老夫说，九品帝尊搞出如此试炼，根本就没打算让人通过。便是焚天帝尊在世，同境之中，他敢说自己能击败这牧人？对，殿下莫要消沉，这祖术试炼估计不可力取，只能致死。皇子，您能在他手中撑到第10招才败，试问在场谁能做到？殿下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还是有这种可能。晋阳皇子和铜甲牧人这一战，我全程看在眼里。不得不说，我小看晋阳皇子了。晋阳皇子的确有狂妄的资本，虽然我依旧能够击败他，但却做不到同牧人那般10招击败。所以我上去顶多比皇子撑更多招，但还是打不过这牧人。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，那牧人被人一剑击败，我还真信了。才就多练，输不起就别玩，弄这些花里胡哨的干什么呀？我来。自晋阳皇子惨败之后，已经没人再直面牧人了。况且灵真帝国的云衣都未敢出手，大家都觉得牧人是不可战胜的。这女修居然还敢上死，而且我还不认识她，她难道是未出名之人？一看就是初入此地，不知道铜甲牧人的可怕。这小妮子，这下可是有苦头吃了。喂，小丫头，我劝你还是快些下来，这铜甲牧人可不是你所能敌的，连晋阳皇子都惨败而归，还是别逞强了，万一死了，可就不好玩了。晋阳皇子全力出手，不过让这牧人倒退3、4步。这女子刚才出手，我甚至感受不到她的灵气，居然能让这牧人倒退10几步，这两者差距也太大了吧！2剑就把同人给击败。之前晋阳皇子可是说铜甲牧人不可力敌，原来只是实力不够而已啊！干得不错，可是你要记住，剑一剑山河皆可，
你2剑击败铜甲木人，在他人看来无可挑剔，可在我看来还是有瑕疵。以你的实力，足以1剑击败木人，还得接着练。这位女修能2剑击败这铜甲木人，已经夸张到极点。到你口中，还有瑕疵？你这根本就是在故意找茬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还敢在这里点人？师尊教训的是，莲心明白了。师尊，这青年是这绝世女剑修的师尊。莲心，我们走吧，此地已无我等机缘。师尊，这是我刚打完木人，秘境给我的奖励。原来每个人击败木人给的奖励都不一样，师尊怎么会要你的东西呢？拿着，咱们去下一个机缘所在。原来每个人通关给的东西都不一样，师尊怎么会要你的东西呢？拿着，咱们去下一个秘境。是。之前我投资弟子9品诛仙剑阵，反立了半部地品盘古剑阵，在修仙世界谁敢言盘古？可以说，这本剑阵的创造者，当真是恐怖至极，连这般禁忌都敢提及。盘古剑阵一旦展开，位于其中的我，可将自身灵力转化为亿万道盘古剑气，无尽一切来犯之敌。而且，盘古剑阵的强大与否，取决于拿何等品阶的剑来作为阵基。只可惜，现在的我身上品阶最高的剑不过是一把5品剑，这还是当年我耗巨资购买材料，请唐清帝国内有名的铸剑师打造而成。以此剑为基，只能造出100余道盘古剑气。若换成6品剑，我将能同时操控数千盘古剑气。说到底，还是穷啊！6品剑价格高的离谱。我纵有10亿灵石都买不起，而且这5品剑是我剑道根基，一旦转送弟子，我修为就会大幅下降。唯有获得更好的武器，取代剑道根基，才能将其释放出来。说来说去，还是要探索秘境，获得宝物。我们走吧。是。师尊，怎么了？师尊，我好像闯祸了。我刚在秘境中寻到一些高阶灵草，正当采摘时，有人抢夺，我便与他发生了冲突。没想到那人那么弱，连我1剑都接不住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不是他太弱，而是你太强？王燕实力虽不如苏莲心，可毕竟修炼了青帝诀，且已经领悟剑理。虽然只有聚气9重，可对比寻常地玄2、3重，还是要强很多。事后我才知晓，我斩杀那人来自晨曦帝国一大势力，地位还不低。师尊，我给您给师门闯下大祸，请师尊责罚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，谁说为师要责罚你了？先不说此事本就错不在你，再者说了，他既然敢向你出手，就已经做好了被杀的准备。他要是比你强，那死的人就是你啊！所以你何错之有？我以为给师尊给宗门闯下大祸，杀了不该杀的人，没想到师尊却对我这么好。行啊，天塌下来有为师给你顶着呢。这件事你不必放在心上，好好修炼，切不可因此事耽误了修炼。行了，天塌下来有为师给你顶着呢。这件事你不必放在心上，切不可因此事耽误了修炼。这半部地品的阵法就是与寻常功法不一样。寻常功法分1到9重，要么是前中后期圆满，可这盘古剑阵居然只分入微、小成、大成、圆满4境。我现在已经炼至小成，距离圆满也只差2步。我3弟子曲幽梦呢？他不会死在秘境里了吧？我虽与他并未有师徒之情，毕竟收下他也只是为了提升修炼而已。可他要真的死在秘境里，
那还真有些麻烦。大弟子王岩存活，二弟子苏连心存活，三弟子曲幽梦存活。没死就好，只是不愿意回来罢了。也对啊，毕竟在他心里，他体内的那个云里女皇灵魂，才是他真正的师尊，而我这不过是一个避风港罢了。算了，没死就行，不管他了。9品秘境后，就是青阳剑宗大比。这一次圣女李扶风和圣子陆天行的争锋，也让这场大比变得非同凡响。青阳剑宗大比第1名，不仅能获得7品丹药，还能获得进入神级秘境的机会。这秘境可是要比9品秘境还要好，毕竟那是我青阳剑宗1000年积累所得。离开9品秘境仅6天，王彦便进步神速，先领悟了第2重剑，后又突破巨气9重，迈入地玄境，不枉费我给他那么多资源。不过对比连心，我对王彦栽培的确有点少，之后要多弥补一些，一碗水端平。苏连心天赋更好，进步也更快，仅6天，他便从地玄3重踏入地玄5重，而且他比王彦更早一步掌握了第2重剑意。毫不夸张的说，我这2个弟子在剑道上已经超越了我们青阳剑宗的太上长老。万事俱备，只差大比开幕了。这就要开始了。这就没我来的人真多。是，当然了，没看好谁了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我看好。青阳剑宗大比开始。先前各位弟子已抽完各自的签，下面我宣布，第1场，第136号对阵第225号。第1场就是我。那不是杨锦吗？玄灵峰排名前5的存在，那个星陨峰的小姑娘可惨了，还不如早点投降呢，保留实力留到后面，或许抽到几个实力差的，还有出现的可能。我去，怎么是他？以前我还奇怪，苏连心这么强，我怎么会没有印象？我还以为太上长老新收了一个关门弟子，现在我才知道，这个小妮子竟是存在感最弱的星陨峰弟子。该死，我怎么第1场比赛就遇见了他？杨锦师兄可是我们玄灵峰的前5天骄，这个星陨峰的小姑娘还是趁早认输吧，否则呀，被杨锦师兄打伤，肯定过不了线。我认输。认输？等等，什么情况？明明是那个星陨峰的小姑娘应该认输，怎么能是杨锦认输？认输？你怎么有脸说出口的？真给我玄灵峰丢脸！这是宗门大比，对手都是同族兄弟，没必要以死相逼。况且我面对苏连心，甚至连一剑都接不住。如此这般，不如保留实力，应对接下来的比赛。至于你们说我怂也好，给玄灵峰丢脸也罢，哼哼，关我毛事。而且我真给玄灵峰丢脸了？哼，那可未必。等不久后，大家知晓此女的真正实力，就会明白我现在的选择有多明智了。第1场，苏连心总算赶到了。许幽梦体内的云里女皇灵魂体咋不见了？莫非是陨落了？境界还是地玄境4重，没有任何变化。不过他身上的气息却比几个月前强了不止1重，可见这几个月得了不少的机遇。不过想来也是好笑，许幽梦这几个月的机遇和王艳、苏连心相比，就有很大差距。当初若他老实修炼我的青帝金，
以他的天资，便是天选也未必没可能啊。这是他的选择。虽然这位便宜师傅和我仅有师徒之命，可我尚在青阳剑宗，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。只是可惜师尊尚在沉睡，还未苏醒。不过没关系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想要击败圣子圣女，拿到大比第一，轻而易举。师尊，你虽然沉睡了，但不要紧，等你苏醒的时候，徒儿已经拿到大比第一，进入神级秘境，帮你寻找弥补灵魂的宝药了。师尊，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师妹姐，我这师妹相知甚少，平日里她总神神秘秘的，极少在门中封内处。虽说是师姐妹，可我们这几个月我根本没怎么见过她。星元峰弟子加上我，总共才3人，抽签抽到同场的概率极低，这么小的概率还让我碰上了，当真是背道家。没想到这宗门大比第一战竟是内战，虽说它是我名义上的师姐，我不会手下留情的。我答应过师尊，此次大战我一定要拿到第一。天哪，这比赛也太厉害了！这是第5峰第一天骄10号对阵第6峰第一天骄江兰，这是第5峰和第6峰的终极对决，也是圣女阵营、圣子阵营的顶尖对决。是啊，第5峰站在圣女这一边，第6峰则是靠圣子。这一战关乎双方的颜面和气势，无论谁赢，都将打击对方的士气。什么第5天骄，什么第6峰第一，在我眼里不过是土鸡瓦狗，就连圣子圣女都不是我的一合之敌。师妹，小心了。曲师妹自然有她自傲的资本，她毕竟是地玄4重，而我若非得到了师尊亲赐的9品精血，外加修炼青帝经，我也不是她的对手。而现在，我已不是半年前的自己了。有点意思，不过跟我比还差得多了。算了，不要隐蔽修为了。想要拿到大比第一，必定会暴露修为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一剑结束这场战斗吧。什么？我居然输了！从来都不放在眼里的师姐，只用一剑就击败了我，而且他刚才的离压远在我之上。这么说，他必然是地玄5重之上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苏连心胜。几个月前，师姐不过才炼体9重，现在怎么就地玄5重了？这速度，就算是中央大陆的圣子圣女，也不过如此。如果当初你也修炼青帝经，我绝不是你的对手。青帝经是什么？不对，等等，我想起来了。半年前，我那个便宜师傅赐给了我们一本功法，可当时因为得到了师尊的9品功法，我就把这功法抛九霄云外了。我拜师之后，我眼界已高到天边，就连是7品功法，我都不屑一顾。可这青帝经我随意一瞥，居然不懂，这难道是神品功法？林玄半年前赐给我们的那本功法，竟是神品功法。林玄不过青阳宗垫底的师尊，怎么会有神品功法？以我师尊那样的修士，也只能拿到9品功法。我当初要是多看一眼，现在怎么会被才修炼的师姐反超？第6峰江兰胜。第6峰胜，那不说明圣子阵营胜了？这对圣女阵营来说可是极大的打击啊！这一战对我来说，对圣女阵营而言都很关键。石豪好几次有机会击败江兰，可最终还是败了。不过还没到绝望的地步，我若能击败陆天行，一切还有扭转的可能。下一场13号对79号。天哪！圣女李扶风对战圣子卢天行，难道最终之战要即将上演了？
雷师弟，你觉得这两人谁会赢？不好说，不过我也只能看好圣女，不是吗？没想到这一战来得这么快，不过也正合我意。你我之间是该做个了断。今日当着众高层和弟子的面，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我陆天行才是最有资格成为少宗主的人，而你李扶风，有没有资格，那就手下见真章吧。建议雏形。雷师弟，看到了吧？咱们青阳剑宗领悟剑意的只有太上长老、玄剑老祖一人，而领悟剑意雏形的也不过10人，圣女便是其一。当然，圣子也领悟了。不错，年纪轻轻便将剑意雏形领悟到如此地步，李扶风无愧为圣女之名啊！此般剑意比起圣女更为强横。有圣子在，将来我青阳剑宗在唐清帝国的排名，指不定还能往上再走一走。圣子圣女境界相当，可圣女李扶风吃了剑意略逊的亏，场面上一直是被陆天行压着的。不过圣子陆天行虽占据上风，却难以击倒李扶风，谁也奈何不了谁。没想到我为此准备这么久，在地域和修为上还是比不过陆天行啊！虽不愿意承认，可陆天行的天资确实强过我。还有什么底牌一并用出来吧，否则你可要输。还有什么底牌一并用出来吧，否则你可要输了。一直以来，我和你被并称为剑中双骄，你是何感想我不知晓，可我十分反感，你何德何能与我并称啊？今日我便要让所有人都知晓，青阳剑宗没有双骄，能被称为天骄的只有我陆天行一个人。那就如你所愿。这是剑意，不，这是我五品青山剑诀最后一诀长剑赴空。不可思议，圣女居然领悟了五品青山剑诀的最高境界，可抵挡剑意，使剑意化为实质，如必是。可这门功法领悟要求极高，天资稍差一点都不可能领悟。可一旦领悟，日后领悟真正剑意的概率便会大大提升。一门五品功法却能提升领悟剑意的概率，不得不说，青阳剑宗的老祖宗的确是天纵奇才。不愧是我追随的人，真是绝世妖孽呀！我倒是小看他了，哼。不过圣子也没那么简单啊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做了什么？我明明领悟了五品剑诀的最高层次，却还是伤不了你。做了什么？为何我领悟了五品剑诀最高层次，还是伤不了你？五品青山剑诀，整个青阳剑宗又不是只有你会。青梅师叔，该说我胜了。圣女李扶风败，圣子陆天行胜。天行所施展出来的原来是青山剑诀第6级，他虽只领悟了剑道雏形，可却将剑意与剑完美融合，眼中无剑意，但处处是剑意。不错，真的不错。可是宗主，青山剑诀不是只有5层吗？哪来的第6层？是啊，此言差矣。当初青山老祖创青山剑诀，确实只有5层。所谓第6层，乃修心之剑，并未成章。天行能在没有前人指点的情况下领悟青山剑诀第6层，可见其悟性之高。小人得志。无碍，你想骂就骂吧，我总不能不许输家逞口舌之快吧。你刚才是不是以为自己赢定了？可惜呀，论实力你打不过，论剑意更是没仇。就连青山剑诀也是我先走到了尽头，是不是很绝望啊？你打不过我的，还是趁早放弃吧。
亲眼看到陆天行小仆进谏，我为此努力那么久，到头来全是无用功，都是为他人做了嫁衣，亲手将他人送上少宗主之位。我太累了。圣女一旦败了，对于这些支持圣女的门人而言，意味着以后都没有资源清洗，甚至自己的地盘资源也会越来越少。不过少主之者，历来不就是如此吗？这场少宗主之战总算落下帷幕，圣子无愧天骄之名，竟悟出了第6层青山剑诀，实属让人震撼。少宗主之名实至名归啊！之前我曾答应过什么？如果他在这次比武大赛中获胜，那我这第3宗主就能选择继续保持中立。但答应归答应，我却始终不相信圣女能胜过陆天行。现在看来，他的确没有当少主的命啊。哼，咱们的林峰主对这场比斗可还满意？哎呀，你看我这个记性，对不住了，林峰主，我忘了你还没加入圣子阵营。那林峰主可后悔自己当初的选？你这峰主之位只怕是到头了。可惜呀，可惜，神仙难买后悔药。你现在就是后悔也迟了。你就趁现在还能狂，继续狂点吧，不然啊，等你的位置被不如自己的金长老拿走，那你的表情啊一定很好看，我等着这一刻的到来。下一场79号对阵129号。79号又是圣子，圣子又要出手了。不知129号是谁，竟撞上圣子殿下，只盼他实力强些，可别被圣子一剑击败。也好让我等好好观摩圣子剑意。不得不说，每一次观看圣子出手，我都受益匪浅。连圣女都被圣子轻松击败，得了吧？179号是哪位师弟师妹啊？师尊，弟子上场了。星陨峰峰主亲传弟子苏莲心，请圣子指教。星陨峰，不就是那个排名第33的，拒不接受我招揽林玄的闪锋吗？果然啊，从上到下都一样，不管是林玄还是苏莲心，都格外碍眼。圣子来战！圣子来战！星陨峰真是不知所谓，峰主破境失败，境界跌落，连最有天资的南宫邀月也弃他而去，只剩下一堆普通弟子。想几年前，星陨峰还有望跻身前10峰，到如今的跌落谷底，都是因为峰主无能。是啊，苏莲心在宗门内唯一的名头就是美貌，他莫不是以为自己有几分姿色，圣子就会对他手下留情吗？愚蠢！星陨峰越发没落，连弟子也变得神志不清。你不认输？为何认输？就凭你是圣子？有意思啊，可我不会手下留情。不过看在师妹勇气可嘉的份上，我便给你一次出招的机会。星陨峰毕竟是落寞了，这样吧，若你能在10招内击退我一步，我亲自招揽你入第2峰，让你后退1招即可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啊？这怎么可能吗？这也太恐怖了吧！1招我就败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圣子殿下，承认。什么？圣子被苏莲心一剑击败？陆天行领会5品青山剑诀的第67败胜，成为第1人，现在居然败了，还是一剑击败，不真实啊！轻松击败我的圣子陆天行，就这么输了？怎么看他都比较能打败陆天行，可这就是事实，由不得我不信。陆天行，那可是我拼尽全力
底牌净拓也难以击败的人，他居然说的这么轻易。圣子轻松赢下圣女，终于完成夙愿，成为剑宗年轻第1代第1人，却被星陨峰弟子所败，还被星陨峰弟子一剑击败。这怎么可能？圣子殿下连青山剑诀都参悟出，最隐藏一时，早早领悟剑意出行。可，还是败了。一招我就败，不得不承认苏连心五官正的没有任何瑕疵。但开什么玩笑？我居然对他说10招之内击退我，准入第2府。什么10招？他就用了1招我就败了，这……圣子陆天行败，星陨峰弟子苏连心胜。太过自负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如果我没记错，苏师妹不是星陨峰弟子吗？星陨峰不是咱们36峰中倒数第3名吗？为何之前从没听说过她竟如此妖孽？啊，这是认输原因。杨姐此前我曾说过让玄灵峰丢脸，当时我恨不得立即下场为玄灵峰挽回颜面。可我现在才知道，人外有人，圣子都扛不住苏连心这一剑，我算什么东西啊？杨姐师兄，我向您道歉。遇到苏连心这等绝世强者，与其白白浪费气力，不如早早的认输，准备之后的比赛。受教了。哼，杨师兄，我们错了。哼，原来这才是最真正的悲愤。我像一个小丑，独自一人唱了一出滑稽可笑的戏，而看客却无动于衷，连看都不曾看我一眼。圣子殿下怎么会败？败了就是败了，下次再打回来，我会从败者组杀回来，再和苏连心打一场。这次我要赢回来。下一场79号对222号。来了，圣子要出场了。接下来这个弟子可要惨了。圣子现在急需一场碾压式的胜利，来抚慰自己的道心。来，你们猜猜，接下来这个弟子在圣子手里能撑过几秒？终于到我了，师尊，弟子定会为你拿下这场胜利。星陨峰弟子王燕，请圣子赐教。星陨峰？怎么又是星陨峰？苏连心给我的一败，把我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。必胜的局面，所有的优势都将烟消云散，就连事先说好的继续保持中立的第3峰峰主都已经开始动摇。该死的幸运峰！要是林璇当时同意加入我的阵营，我今日怎么会受如此大辱？今日我要杀人，我要见血，我要让林璇知道拦我路的下场是什么！天哪，是5品宝剑！圣子真是发怒了，这会杀人呢！哎，那个师兄怎么还在发呆啊？还不快认输，会没命的！我的实力确实不如苏师妹，天赋也十分平庸。可你陆天行算是个什么东西？筹划了那么多年，连苏师妹都打不过，还想把气撒在我身上。苏师妹不是好惹的，星陨峰不是好惹的，就连我王燕也不是好。天哪，这家伙是不是傻了？区区肉身凡胎，不躲着师兄的赤强脸，还硬接。区区地玄境1主，他以为他师妹行，他自己也能行啊，活该被杀。我的天赋确实十分平庸，但是我每次出招都是全力以赴。那是剑意雏形，不，那是剑意，那是真正的剑意。我青阳剑宗数千年来练剑，真正领悟剑意的只有太上长老，哪怕是我这个宗主本人，也只领悟到了剑意雏形。即使剑意雏形圆满，也只是雏形，只有剑意的虚影，没有剑域的神韵。这小子骨龄不过20年，
地玄境1重就能领悟剑意了。别说映月7国，就连这中央大陆也没有天骄能如。我青阳剑宗竟有如此天骄，前有苏连心一剑败圣子，后有王晏20岁便精通剑意，真是天佑我青阳剑宗。这还是我熟悉的青阳剑宗吗？一个苏连心还不够，又来一个王晏，竟辱我至此！圣子陆天行败，星陨峰王晏胜。圣子殿下，承让。第49号对战255号，许幽梦。又是星陨峰，怎么又是星陨峰？圣子这次不会还输吧？哼，我和星陨峰的拼了！圣子殿下2败星陨峰，一个是星陨峰大弟子，一个是星陨峰2弟子，这次又遇到星陨峰3弟子。如果这次又败了，那结果很严。今日我不会再败给星陨峰。师叔，该宣布结果了吧？圣子陆天行败，许幽梦胜。圣子3连败，无言最后的决赛，那少宗主之争又怎么算？是啊，陆少主可是圣子啊，天资超绝的宗门圣子，喜提3连败，连宗门决赛都没进，说出去谁信？这星陨峰一封3妖孽，个个都大败圣子，尤其是星陨峰大弟子王晏，以19岁身姿领悟剑意。这星陨峰到底如何做到的？死前为何就籍籍无名呢？我之前就是星陨峰的，苏连心和王晏天赋平平无奇，抛去苏连心那张脸，丢在人堆里都找不着。可现在他们摇身一变，竟把所有人都甩得远远的，这怎么可能？以前我认为星陨峰没有前途，决意离开，却不忍苏连心在星陨峰蹉跎，亲自劝他和我离开，却吃了个闭门羹。我还等着星陨峰解散，我英雄救美，拯救苏连心。可现在我还在原地踏步，苏连心也能一剑败圣子。现在我连说倾慕他都成了一种亵渎，还说什么等他后悔。现在看来，该后悔的人是我才对。宗门大比结束，下面我宣布，第4名圣女李扶风，第3名星陨峰王晏，第2名星陨峰曲幽梦，第1名星陨峰苏连心。居然只得了第4名，不过第4名又如何？陆天祥连决赛都没进入，前3名又是星陨峰的人，星陨峰又是我的人，这肉终究是落在自家锅里。今日可算是狠狠打赢圣子阵营的气焰。从今往后，陆天行别说嚣张，恐怕以后要过段日子才能抬得起头。我们双方的阵营也将是彻底攻守异形。虽说当初我也不看好星陨峰，只是我没陆天行那么傲慢，觉得蚊子腿再小也是肉，结果让我遇到一条真龙。天元峰主，恐怕我这个峰主之位是到不了头了。不过你说的很对，到底是谁后悔，一目了然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你啊，你不是挺想当峰主的吗？我建议你啊，去天元峰看看，那里应该很快就要缺峰主了。哼！王敬九重，成！宗门大比结束后的这1个月，我又投资了苏连心、王晏不少东西，系统返利我很多资源，
如今我耗尽资源，终于踏入王境九重，剑意也来到了7重。如今的我仅凭气势就能压死一尊王境。这1个月星陨峰来了不少人，毕竟在外人看来，这里出了苏连心、王艳与曲幽梦3位天骄，是他们天资过人，与我没有关系。可曾待在这里的人什么都知道。走客。王艳、苏连心之前不过是峰内的普通弟子，甚至连真传都算不上，可现在却一跃成为力压圣子的天骄。这其中说没我的功劳，想来他们也不信。而他们现在这个样子，只不过是想重新拜入星陨峰罢。哼！苏师妹，苏师妹。杨师兄，你此番来找我，不会是想让我帮你重回星陨峰吧？我确实是这么想，可我认为这没什么错。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。何况我天赋不错，哪怕现如今管我的长老都对我……杨师兄，如果是这事儿，那就免了吧。星陨峰不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当初你选择背叛师门，那星陨峰并不欢迎你。杨师兄，好走，我送。杨师兄，当初你劝我和你离开，我拒绝，你说我一定会后悔。现在我想问你，事到如今，你后悔了吗？如果不后悔，我又怎么想回来？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。师尊，我和王岩师兄已将想回来的昔日同门全部拦下，全部回绝，没有让他们打扰师尊您的清静。其实宗门大比结束后，我就想明白了，星陨峰和我都不需要太多弟子，更不需要很多亲传，我要的是星陨峰人人如龙，星陨峰日后非天骄不收。师尊，圣女，师尊，圣女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扶风见过林峰主。按照身份来说，李扶风贵为圣女，根本不需要向我行礼，但他还是行了拜见，可见圣女还是不错的。今日我来送上一份礼物，以此庆祝归峰3位弟子获得包揽前3的好名次。此物为5品疗伤灵丹，是我昔日偶然得到的珍品，若非星陨峰助我一臂之力，我必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对此，扶风感激不尽。这都是小事。王艳，恭喜宿主投资5品疗伤丹，返利9品疗伤丹。9品疗伤丹，可是能治愈尊者境强者的宝药啊！算起价值，怕是把映月7国卖一半都够呛买到1颗，发了！扶风有林峰主的支持，真是太幸运了。那第3峰主原本拒绝了我的示好，大比结束后竟主动找上第1峰，再无偏向陆天行的意思。这些都是林峰主您的功劳。林峰主，若是没有您与您的2位弟子的帮助，我根本站不稳这圣女之位，更别说再染指少宗主之职了。这5品疗伤丹只是见面礼，扶风还有事就先行。师尊，弟子没有辱没您的名号，在宗门大比之中取得优胜，这是第1名的7品玄龙丹，弟子想献给师尊，还望师尊不要嫌弃。将这种珍贵的丹药作为奖励给弟子，宗门也是出了血啊！丹药我收下了，你有什么想要的吗？弟子不要任何东西。都说师傅有其事，弟子服其劳，一直以来都是您操心我的事。这玄龙丹是我想献给您的，若还要奖励，这也太不是东西了。苏连心这个徒弟确实很对我胃口，他懂得感恩，无愧于我大部分投资都在他身上。不过我奖励苏连心，要的不是让苏连心感动，而是返还。玄龙丹是苏连心送我的，再送回去不可能触发本丸。哦对了，我之前斩杀王静所获得的储物戒还没有分完，这是为师
之前在秘境里斩杀王静时所获储物件，里面有300多万灵石，你先拿着，不够了再找我。好。恭喜宿主鸿福齐天，投资300万灵石，获得暴击反例9品素元灵丹。恭喜宿主鸿福齐天，投资300万灵石，获得暴击反例9品素元灵丹。天哪，运气太好了！若不触发暴击反例，那就是灵石返还灵石。可现在居然返还我一颗9品素元灵丹，这丹药可从地境之下修饰，重塑肉身。虽然很贵，但对我无用啊。王燕，这7品玄龙丹，乃是你师妹苏莲心在宗门大比中技压群雄所获。我今天赐给你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奋发图强，好好修炼。多谢师尊。恭喜宿主投资7品玄龙丹，返利神品9幽玄冥炎丹。神品9幽冥炎丹是极其特殊的上古灵丹，吞服后没有什么效果，但能帮助吞服者觉醒9幽冥炎体。此丹最适合王燕。师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9幽冥炎丹，吃了以后能帮人觉醒特殊体质。这次宗门大比你获得季军，这是为师。师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9幽冥炎丹，吃了以后能帮人觉醒特殊灵体。这次宗门大比你获得季军，这是为师奖你。特殊灵体？天哪！我虽然知道师尊对我们一直大手笔，但这特殊灵体也太夸张了吧！哪怕是黄境修士都不一定舍得将这种宝物赠给弟子吧。多谢师尊，弟子日后定会为师尊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，以报师尊再造之恩。王燕虽没有苏莲心钟灵敏秀，可胜在老实憨厚，确实也是可靠的弟子。行了，赶紧把丹药吃了，改变体质，扭转人生。现在开始，我的3个弟子当中，大弟子王燕乃是神品9幽冥炎体，二弟子苏莲心是9品真体，三弟子曲幽梦乃是8品幽水玄体。一封3天骄，没有一个废物。这平均天赋水平，放眼整个玄域，那也是让人望尘莫及的存在。不过这么一搞，这曲幽梦反而是3人当中资质最差垫底的那个，也不知道他现在还笑不笑得出来。不过这么一搞，这曲幽梦反而是3人当中资质最差垫底的那个，也不知道他现在还笑不笑得出来。哼，换成别人拿到宗门大比第2定会喜不自胜，可我不同，我的目标只有青阳剑宗神境秘境，可只有拿到第1才能进入，我该怎么办？徒儿怎么闷闷不乐的？可有什么心事啊？师尊，我竟然沉睡了这么久的时间。徒儿，宗门大比可结束了，你可获得第1名。让师尊失望了，徒儿搞砸了，没能拿到大比第1。无妨，为师知你尽力了，你不必过于苛责自己。只是这第1不是你，还能是谁？那圣子陆天行、圣女李扶风，哪怕2个加一起都威胁不到你。你究竟输给了谁？是苏莲心师姐。苏莲心师姐？是我知道的那个苏莲心吗？可她炼体9重，如何能打败你，获得宗门大比的冠军？这炼体9重和地玄4重宛如云泥之别。我这弟子学了我不少手段，别说是区区青阳剑宗，更别说映月7国，就算是中央大陆的同境天骄中，也未必不能一战。输在青阳剑宗大比，这也太奇怪了。师尊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哦，师尊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
徒儿，你是说，是青允峰峰主赐你的那本功法，是神品功法？哪怕我还在人世，处于巅峰，站在天尊境之巅时，都未曾拥有神品功法。这神品功法只存在于那些无上大教地宫之中，不是我这天尊境能够染指。而且无上大教之主，他们也不会允许神品以上功法流落凡间。这小小的青阳剑宗，不显山露水的道属宗主，居然能拿出还传授给你们。徒儿，你知道吗？即便在那些无上大教地宫之中，也只有核心成员才能修炼神品功法。这林玄到底究竟是什么人？莫非他也是来自中央大陆的，而且还是无上大教地宫核心成员？事不宜迟，幽梦，快带我去见见你那位师尊。什么情况？算了，看看他的系统面板。姓名曲幽梦，境界地玄4重，天命幽水玄体8品。近期事件，未能实现对云里女皇灵魂的承诺，没能取得宗门大比第1而颓废失落。天哪，我才发现这几个月我只喊过他1、2次师尊。相比苏师姐和王师兄，我不仅没有存在感，更是刻意疏远星宇峰的。以前的我总以为不会在青阳剑宗待多久，没必要交际。我一直把云里女皇当师尊，从未将林峰主当一天师尊看待。我错了，大错特错。尤其是看了青帝经这个功法，别说是青阳剑宗，就算是整个玄域，也是高山仰止般的功法。我不该那么傲慢，我错了。师尊。嘿，这声师尊叫的还真是勉强。既然不习惯，那你还叫我峰主好，不然我怕你师尊叫久了，你体内那位真正的师尊不开心。你怎么知道我体内有真正的师尊？当初师尊亲口跟我说过，就算是天尊境大圆满强者，只要他刻意隐瞒，也不会被察觉。可您只是捷径。别慌，我虽然不知道你们出于何种目的，但左右也没有恶意，索性就随你们去了。说到底，谁不是在互相利用？我利用曲幽梦的天资助自己修行，当然我也拿出了青帝经作为补偿。奈何曲幽梦没有耐心多看一眼，以至于被王爷苏莲仙湾倒抽。原来你早就发现了我们的秘密，可我二人还以为在这小小青阳剑宗无人能左右我们，更没有人能发现。原来都是我们的自以为是。那青帝经我既已给你，便不会收回。你可以继续修炼，但你若是想要修炼青帝经的中策、下策，甚至是最终策，便只能成为我的弟子。云离见过道友，未曾打招呼却隐瞒至今，还望道友海涵。在被林玄戳破秘密时，我和徒儿就已落到下乘。可事到如今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冒险一搏，看林玄是否会对我伸出援助之手。原来他就是一直藏匿在曲幽梦体内的天尊境灵魂，而且态度也不傲慢，一声道友更是将我们2人摆在同一位置。这是个人物。你就是曲幽梦的师尊，你虽是灵魂体，但再怎么说生前也是皇者境，为什么会在一个小小的唐清帝国青阳剑宗隐而不发？就算是曲幽梦天资卓越，你也应该带他去玄月大宗接受更好的培养才是。瞒不过道友，妾身如此施为，是为了青阳剑宗神级秘境中的一物，那东西能助妾身重塑肉身。可青阳秘境唯有宗门弟子可入，妾身也是没有办法才这么做。而我如你所见，确实非映月七国人，而是来自中央大陆，遭受弟子背叛，被几个死对头陷害，进而陨落，失去肉身。也是巧了，妾身与林道友竟有着同样的遭遇。还真是，若没有背弃星陨峰的南宫邀月，或许都穿越不来这里。哎呀，这位也是个可怜人，我顶多是被背叛，南宫邀月还没有激进到要杀我，可云里女皇却因此送了性命。
妾身失去肉身，侥幸神魂逃脱，流落玄域，后遇幽梦，被他的天资吸引，对他进行了特别考验，最终才有了这份师徒的情谊。师尊，您的神魂是不是又稀薄了？后来妾身感应到青阳剑宗内有一宝物可帮我重塑肉身，便让幽梦暂时加入这里，想拿了那宝物再做打算。本以为会顺利，没想到幽梦却成了大比第二名。这些年来，我对幽梦可谓是呕心沥血，虽有着重塑肉身的打算，但对于幽梦，我也是当爱徒培养，倾囊相授。可他却被半路杀出来的黑马打败，而我重塑肉身的希望已经彻底泯灭。林道友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倘若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，将青阳秘境中的那个宝物为我取出，我重塑肉身后，愿意为你护道100年。王者境的护道者，属实珍贵啊！别说青阳剑宗找不到，就是唐清帝国甚至玄域都找不出来。这个条件，诚意十足了。想想也知道，一个虚无缥缈的承诺，林峰主的确没有必要为我去冒险。重塑肉身的宝物，又岂是那么好获得的？东西我不能拿给你，但若只是重塑肉身，那我倒有其他方法。东西我不能帮你们从神级秘境里取出来，毕竟莲心好不容易获得去神级秘境的机会，我不能剥夺他的机缘。但若只是重塑肉身，我倒有其他方法。林道友在说什么？就算我能得到神级秘境里的宝物，也难说一定能重塑肉身并复活。那件宝物只是重塑肉身所需要东西之一，想要重塑肉身至少需要上百年时光，还需避免很多意外。而林道友却说只是重塑肉身，这未免太荒谬。重塑肉身难度太大，这可是死而复生，不仅需要几样至宝，还需一位地境强者亲自出手。但能够请动地境强者，要付出的代价就可想而知了。我在想什么？林道友可是能拿出神品功法的人，没准儿他真能帮我。林道友，你当真有办法？此丹名为素元灵丹，乃9品顶级丹药，可助人重塑肉身，即便是灵魂体也能吞服。你可借助此丹重返人间。9品丹药，这可是连无上大教地宫都难拿出手的宝贝，而且这素元灵丹又是何物？我混迹中央大陆多年，怎么从未听说过此物？这林玄究竟是何方神圣？这丹药居然有9条纹路，这是9纹9品丹药。这种级别的丹药，哪怕是地境炼丹师一辈子也未必能炼出1枚。林玄，你当真要把这丹药赠予我？当然，不过要求需要100年时光太短，改为护道500年。这个要求怎么样？500年，对一位天尊境来说不算短，寻常天尊的寿命也不过几千年。但换成云里女王，这要求绝不过分。这可不是小恩小惠，而是死而复生、重塑肉身的机遇。让云里女皇自己想办法筹备材料，且不说何时能凑齐，就说一位地境强者出手，那都不一定能办。地境强者早已超脱，让他们出手帮人重塑肉身，承担一份因果，那绝对难如登基。好，我答应为你护道500年，我重塑肉身后500年，都将护持你左右，天地为鉴，心魔为誓。我有系统法力，500年后不知已到何等境界，届时云里女皇恐怕要后悔今日只约定500年了。师尊，哎，这一声可比刚才甜多了。其实这一切也不怪曲幽梦，他本就天资卓越，没受过新允峰任何庇护。而云离天尊和他，只看二人的互动就明白，云离天尊真切疼爱这丫头。若我当初收徒，曲幽梦直接反手，我反倒不会收。
一个不懂感恩的弟子，无论天资如何，注定只能成为第2个完工妖元。星陨峰不需要狼心狗肺之人，我更不需要。师尊，你终于可以重塑肉身，再现人间了。今日之后，我与林道友便都是你的师尊。你天赋卓越，堪比中央大陆顶级天骄，我不希望你错过如此机遇。好了，林道友，可否借你宝地一用？当然，你是我的护道者，我的地方。多谢。林道友，多谢你赐妾身素元丹，让妾身恢复肉身。这丹药太强，在妾身恢复肉身之时，便已恢复天尊大圆满境，距离地境只差半步。那肯定，这可是系统出品的。此后500年，妾身都会在你身边为你护大。当然，若林道友有其他想法，妾身也不是不行。师尊，大事不好了！王爷师兄之前在秘境杀了一个人，你还记得吗？我知道，当初出秘境的时候，王爷那小子跟我说过。师尊，我好像闯祸了。我刚在秘境中寻到一些高阶灵草，正要采摘时有人抢夺，我便与其发生了冲突。刀剑无眼，我没想到那人那么弱，连我一剑都接不住。事后我才知晓，我斩杀那人来自晨曦帝国一大势力，地位还不低。师尊，我给师门给您闯下大祸，请您责罚。怎么了？王爷师兄杀的那个人，乃是映月七国第一宗门灵域宗的少宗主。灵域宗一共有20位王境修士和一个半步黄境修士灵域老祖。灵域老祖乃是映月七国第一人，王爷大师兄杀的那人是灵域老祖3代单传的亲孙子。现在王爷师兄被他们灵域宗给抓走了。灵域老祖说了，3个时辰内，您如果还不抵达灵域宗，并把剑自刎，他们便先杀王爷师兄，再屠灭青阳宗一草一木。现在圣子陆天行拉动10几个山峰与宗门施压，让您一定要去灵域宗解决青阳剑宗灭顶之事。师尊，要不咱们还是逃吧，灵域宗可是有半步修士黄境老祖啊。区一个半步黄境，竟然敢欺辱我星陨峰弟子，看来是时候让青阳剑宗、映月七国这个全域都知道，他们的时代过去了。现在是我星陨峰的时代。云里女皇在，幽梦在，苏连心在，随我出战。是。